24小时内将一辆出了大事故的奥迪 2S6 修复，并将其改成不可一世的样子。这是马克今天要做的新项目，也是马克多年来的梦想。他的偶像著名赛车手约翰·奥尔森曾经有一辆专门为他打造的史诗级拉力赛车，全车都是碳纤维 DTM 套件，并驾驶着它取得了不少好的成绩。后来因为被盗并使其着火，就这样结束了这辆传奇赛车的使命。直到马克在拍卖网站上看到这辆奥迪 2S6 时，他就有了要重建传奇赛车的想法，并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其买了下来。车子就像开头的垃圾桶事件一样，连锁反应将车子造成了一定的损坏，右侧车灯已经被撞毁，车门处也有着一点点的损坏，和照片里看到的一样，引擎盖是彻底报废了，左侧轮胎和前风挡玻璃也没有逃离被损毁的命运，就连驾驶室内的安全气囊都爆了一个。为了24小时内能够完全修复这辆车子，他找来了专业的风挡玻璃人员，他们不但送货上门，还可以1小时内免费安装换新。但要想在24小时内完成这个项目，这样还是不够的，所以马克召集了大表哥、二表弟还有自己的老父亲一起来完成这个项目。他们首先是要将损坏的部位拆解下来，第一步就先从车门入手，几人七手八脚的一同上手。可在拿掉车门时，却发现车框上有2个凹陷进去的凹痕，如果要修复它的话，很难保证在短时间内完成。但在马克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这并不影响车子的结构完整性，而且又在看不到的地方，所以马克决定暂时不对其进行修复，从而跨过这一步去拆解引擎盖。这个是必须要拆除的，因为前端的损伤必须换新的。大家都开始纷纷上手，个个都抱有挑战的激情，都各司其职地忙着手里的事情，很快就将前保险杠拆了下来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前横杠的一头已经损坏了，像这样程度的损伤是必须换一个，而且散热器的一角也有着破损。最严重的就是左侧的冷凝器，甚至就连车子的空气悬架都错位了。马克认为这应该就是事故造成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爱买事故车的原因，因为出了事故后有很多隐藏损坏的地方，一个不小心遗漏了就会存在隐患。所以马克尽量将撞击的周围部件都拆下来，从而来保证车子不存在任何的隐患。他先将前杠拆了下来，接着就是前方的散热器组，这个后面是空调的冷凝器，还有其他东西的冷却器。只有将其拆解下来，才能看到发动机是否有受损的情况。显然马克的运气还算是不错，发动机没有任何受损的地方。在对车子做了一番清洗后，发现损坏的车门竟然少了一个扬声器，跟保险公司沟通后也没有明确的答复。自此马克就可以购买所需的部件。他之前在拍卖网站买这辆车子花费了2万英镑，车子是2014年的车型。马克可以花时间寻找便宜的零件，用1万以下的费用修复这台车子。可全球最大的车展就要开幕了，它位于拉斯维加斯，马克要跨越半个地球将这台车送去展览。他的计划是让这台车子在车展上大放异彩，但为了节省时间，马克只有高价购买了一堆的二手零件。现在整个前端的零件都摆在了这里，但5000英镑的价格让马克有些头沉。马克为了节省时间也真是豁出去了，所有零件已经到手，大家又开始忙活了起来。马克的父亲来修理一些断了的电线，他自己负责安装零件。马克先从左侧的散热器开始，一步一步地将所有部件都安装回去，这安装起来要比拆卸快了很多，并且还对损坏的地方进行了修补，一切都显得非常的顺利。可不出意外的时候就出意外了，新的车灯和旧的车灯插头不一致，甚至整个前端也完全不同，所以马克无奈只有在网上重新买了一个二手的，这让他又多付出了400英镑。接着马克就把剩余的套件都安装了上去，等他将最后的轮胎也安装上去后，这时就剩下车子的车门了。马克认识一家很好的维修店，可以将这个车门修复如新，但由于时间的问题，马克购买了一个 A6 的车门，这个车门花费了他200多英镑。这2个车门看起来一样，但唯独不同的是车窗的镀铬条是白色的，只要从旧的车门上调换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时购买的安全气囊也到货了，花费了马克295英镑，一个安全气囊都比一个车门还要贵，真的无法想象。不过这还不算什么，马克还花了160多英镑买了个发动机顶盖，这样一个塑料盖子就这么贵也没水了。等二表弟将冷却液加满后，马克就启动了车子。车子的声音非常的吵，有些要爆炸的感觉，这种声音让马克非常的不喜欢。他认为应该需要重新映射一下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的车子也是修复了大半，加上之前换风挡玻璃的费用，总共支出了26789英镑。此时马克又将车子升了起来。还记得之前空气悬挂有错误的情况吗？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，只要将空气悬挂释放压力后，用工具使其回原位就可以了。可此时马克觉得要给车灯做一个升级，之前因为插头的原因放弃了新款的车灯，但他认为还是 LED 的大灯更加的漂亮一些。只不过要用新款的车灯，需要重新固定电气装置并获取其编码，虽然费事了些，但手上的大灯的确要更酷很多。所以马克又在网上购买了一新款大灯，并将其换了上去。当马克将车灯点亮时，发现确实要好看了不少。而此时的车子的进度已经到了喷漆环节，但为了充分的节省时间，马克采取了一种最快的方式，就是选择了一款灰色的车衣。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很多修复的时间，而且完成后的效果一点也不输油漆。只不过这个颜色看起来十分的普通，和刚买回来的裸车没啥区别，一点也没有出彩的地方。
但可不要忘了，马克是要重现史诗级赛车，这只是车子的底色而已，而独特的创意还在后面呢，这才是马克最终要完成的样子。所以他为此采购了此款车子所有的拓展，决心让传奇车型重现巅峰。这是一套完整的 GT3 DTM 宽体比赛车的套件，全部是碳纤维的材料，安装到车上瞬间会让你眼前一亮，就连前面宽大的前唇也是那么的别具一格，看起来总是有点怪怪的，两头就像两个小桌板一样，都可以在上面用餐了。真的不知道这种设计有什么用，有懂的朋友可以科普一下。马克此时根据手机上的图片，一点点的将所有套件都安装上去，但由于套件的种类繁多，每个套件的安装都要精准的计算好，可就这么小心还是出现了问题。由于里面的翼子板比外面的宽体要小，要是加大轮胎的话，明显会阻挡轮胎的运行，所以马克现在只有将多余的部分进行切除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现在马克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，在马克为切口处喷了一些防锈漆后，就把宽体再次的安装了上去，这样就解决了会卡到轮胎的问题，并且安装的还非常的结实。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，马克又来到了车子的尾部，这些套件它都采用铆钉来进行固定，这种方式来安装非常的实用。铆钉的中间会有螺丝扣，可以用来固定外面的套件。等这一部分也安装好后，就有了具体的位置来安装宽梯了。这部分也和前轮一样，也要切割一部分的1/4面板，这样可以为更换大的新轮腾出空间。等最后一块扰流板也被安装上去后，就要对车子的外观进行改装了。因此马克还去打印了一张效果图，按照这个来进行改装，会让车子瞬间大变模样，更像一辆准备出征的赛车。马克甚至都想到了给车灯贴膜，完成后的大灯和原来的灯进行对比，简直就是大变了模样。甚至马克还为了迎合车轮，将里面的卡钳都换成了黑色，这样重新翻新一下，不仅能让卡钳更加的贴切车轮，甚至还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这也能看得出马克对这台车的改装是很用心的。外部的工作仍然还在继续，马克也抽空给车子做了一个大保健，为车子重新更换了机油。当马克准备安装轮胎时，又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问题，车子轮胎和车体的缝隙似乎有点小了。马克现在还没有更换大轮胎呢，不过在新的轮胎没有到来时，现在只有等着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出去进行试车。这是马克第一次将修复好的车子开出去，开始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，可是没等多久就出现了问题，仪表盘上故障灯都亮了，这让马克兴奋的心瞬间跌到了谷底，车子开起来有些疲软，甚至开着开着车子就不动了。原来这是因为车子没有油了，他因为太兴奋根本没有注意燃油的问题。现在马克停在马路上根本回不去，连后面的狗子都在嘲笑他愚蠢的行为，拉着马克赶紧去买油。这不得不说，马克的油桶还真的别致，这难道是一个夜壶吗？马克将夜壶里的油加入到油箱后，此时的仪表盘上都变得正常了，而且加了燃油后发现车子的速度都变快了。马克将车子开到了朋友的店里，准备将他新购买的超大轮胎换到车上。这是一套专门为马克定制的轮胎，上面还有他的名字缩写，安装到车上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轮子的宽度也非常的合适。但此时却又出现了问题，轮胎已经快卡到了侧裙，但将空气悬架下降下去后，这个问题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了。但这也证明现在的空气悬挂也得进行改动，通过安装可调节零件来控制车体的高度，这样就能将车子保持在一个合适的位置，从而不会出现剐蹭的现象。当马克解决了车子轮胎的问题后，他就将车子的排气系统拆解了下来，因为马克为其购买了一套全新的排气管，这样会让车子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的贴近赛车。可没想到启动车子声音那是太大了，让马克都有点傻眼了。不过过了一会，车子的声音就变小了，原来车子冷启动时声音会很大，过一会就会变得正常了。这也让马克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没想到这一次修复总是让他的心大起大落的，再来点啥意外，他的小心脏可真的受不了。接着马克就将车子开到了测试机上，准备在这里拉下动力，看一看这台车子的运行状况。显然马克这次的修复还是成功的，马力竟然到了700匹，一切数据的表现都非常的好。马克开心的开着它去私人场地去试车，音浪听起来完全可以去炸街了。自此马克多年的梦想奥迪 RS6 的改装就彻底完成了，马克要开着它跨过半个地球，去参加世界上最大的车展。让我们一起来祝福他能取得一个好的名字。